今天好幾場精彩的比賽，咱們一一道來。首先曼城，老 K 的兒子是曼城迷，看得頻頻皺眉頭，但沒想到最後大逆轉。所以足球這東西不到最後一秒，真的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所以你要不斷的努力，持續的努力，再絕望你也要繼續拼。好，節目很精彩，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點讚，感謝熱推。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可以點擊小鈴鐺選擇全部，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收到老 K 的視頻。今天的比賽剛開場，福登異常活躍，幾次停球妙到顛毫，沒有打世界杯也是渴望在新教練手下證明自己。還有許久沒見的留神劉易斯，一開場就到處跑，大範圍的扯動，有時候頻繁還往中鋒的位置插。還有哈蘭德，大新聞，長髮飄飄的絕世美女哈蘭德竟然踢了個板寸。但比賽最後還是靠切爾基上來，一上來就倆助攻，特別是第二個球，在禁區前假裝往左邊繼續突破，突然一個類似於克魯伊夫轉身的動作把球拉回來，然後直塞。這時候我們看到最強得分後衛已在陣中，格瓦迪奧爾非常漂亮的 first touch， 剛開始助理裁判舉旗越位，但經過 VAR 確認沒問題，有效。所以馬雷斯卡回到老東家，第一場比賽兩大後衛救了他的命。但曼城球迷很難滿意啊，瓜突突有3個徒弟，孔帕尼得其進攻，阿爾特塔得其防守，馬雷斯卡只得了他英俊的相貌。今天曼城对伯恩茅斯，两個主教練都是第一次。瓜迪奧拉結束了10年曼城生涯，馬雷斯卡接班；伯恩茅斯結束了偉大的伊勞拉時代，羅澤接手。此前9次曼城英超主場對陣伯恩茅斯全勝，總比分34-6。而過去15個賽季英超的揭幕戰，曼城贏了14次。不過萬事開頭難，這畢竟是馬雷斯卡執教球隊第一場正式英超比賽。第二個問題是羅德里的離隊留下巨大的真空，特別比席爾瓦也跟着走了，整個中場得重組。第三個問題，對面伯恩茅斯並不準備低位擺大巴，繼前賽他們就大量使用高壓逼搶和快速的縱向推進。今天的現場觀眾60645人，也是伊蒂哈德球場新的紀錄。而馬雷斯卡排出的首發平均年齡25歲28天，是球隊自08到09賽季以來最年輕的英超揭幕戰首發。剛開場曼城主動壓上，第5分鐘劉易斯的射門被撲出，第14分鐘奧萊利從左側送出質量很高的傳中，但迎來曼城第200次出場的哈蘭德沒有能完成有效終結。第26分鐘曼城後場的處理長傳不夠堅決，伯恩茅斯邊鋒拉揚推進後找到右側的埃瓦尼爾森，然後埃瓦尼爾森的低平球橫傳後點，塔維尼耶在無人盯防的情況下推射得分。這個球集中暴露了曼城的問題，在退防的速度、對弱側的保護，還有禁區內人員交接上都有問題。下半場曼城格伊曾經在近距離無人盯防的情況下，竟然把角球頂偏了。馬內斯卡隨後連續換上努內斯、科瓦切吉、謝爾基，伯恩茅斯逐漸退入低位防守，但仍然由傑比森制造了一次頭球，多納魯馬做出了反應。第84分鐘切爾基開出角球，格伊頭球扳平。這個球伯恩茅斯不知道在幹什麼，竟然沒有一個人在最危險的地方對格伊形成干擾，可謂完全放空了。補時第1分鐘切爾基漂亮的直塞，格瓦迪奧爾轉身低射破門。戰術方面馬雷斯卡的曼城基礎陣型接近於4231，但最醒目的變化是讓中後衛格伊進入到後腰位置，和安德森一起打雙後腰，承擔中路組織和保護任務。奧萊利出任前腰，福登則被安排到右邊路。控球的時候曼城想用格伊的回撤或者邊後衛內收，形成3+2出球的支撐，再讓奧萊利、福登和塞門約佔據前場不同的通道。但實際執行中出現了3個問題。第一，格伊雖然踢球穩健，但總是以傳安全球為主，暫時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組織型後腰的轉身擺脫和縱向穿透。第二，奧萊利和哈蘭德之間距離偏遠，福登長期停在邊路，曼城最擅長的中路小範圍配合不能夠持續。第三，伯恩茅斯的壓迫很凶，曼城後場傳球速度和接應角度不足，丟球權後身後的空間暴露明顯。但格伊在後腰位置的表現仍然值得肯定，他的防守紀律、對抗、站位總體合格，最後還扳平了比分。賽後馬雷斯卡說自己過去觀察格伊的時候，便認為他具備踢中場的可能性。而伯恩茅斯這邊上半場的壓迫同樣是4231，羅澤並沒有要求球隊從始至終盲目的衝搶，而是重點利用曼城向邊路傳球的時候，接球隊員背對進攻方向的時候，或者後場回傳的時候突然加速。所以上半場伯恩茅斯能把曼城逼向邊線，然後搶斷後第一選擇是快速向前，而不是重新控球。他們利用埃瓦尼爾森牽制曼城的中後衛，讓另一側邊鋒攻擊曼城防線的弱側空當。塔維尼耶的進球就是這種設計的完整體現。拉揚的推進，埃瓦尼爾森進入右側通道，塔維尼耶從弱側後點完成包抄。曼城的中後衛對第一落點處理太遲疑，防線的橫向移動又慢了一拍。
不過下半場馬雷斯卡的換人，曼城在換人後明顯改善。第56分鐘，努內斯替下劉易斯，隨後福登能夠更多進入中路和內部空間。第63分鐘，切爾基和科瓦切奇同時登場，曼城終於擁有了更穩定的接球轉身點，還有能直接威脅最後一道防線的傳球者。切爾基的作用可不只是2次助攻啊，他敢於在密集的區域背身或者側身接球，接球後第一觀察方向是球門，而不是繼續橫傳，這跟過去的曼城球員有很大區別。第三，他能夠在內部空間吸引防守後送出反方向的傳球，而他開出的定位球落點明顯優於過去曼城的角球。當伯恩茅斯的防線後撤以後，切爾基仍然能用節奏變化制造縱深。他出場只有27分鐘，完成了12次準確的傳球，創造了4次機會，還送出2次助攻。這創造的4次機會全場最高，切爾基是新曼城不可缺少的發動機。而伯恩茅斯方面最後階段的問題是領先後退得越來越深，下半場只有1次射門，只有 0.08 的預期進球。他們前場的壓迫逐漸變成了只能在禁區前做被動防守，所以2個丟球的方式讓主教練非常不滿。第一，角球防守竟然完全漏掉了格伊；第二，絕殺球階段，多名防守球員圍繞着中路的持球隊員和哈蘭德在收縮，卻沒有及時處理插入禁區的格瓦迪奧爾。不過整體上伯恩茅斯踢得不錯，只是在最後的2個瞬間防守過於被動，這決定了比賽的結果。關鍵球員對位，首先當然是切爾基，他對伯恩茅斯整條低位防線用上了自己不斷變化的接球方向和傳球節奏。第二，哈蘭德對上詹姆斯·希爾還有安東尼奧·席爾瓦，哈蘭德全場完成5次射門卻沒有進球，他能夠吸引對方防守注意力，但自身的觸球和終結質量不足，大部分時間對方中後衛成功壓縮了他轉身的空間。另外2名門將佩特羅維奇完成4次撲救，多納魯馬完成3次撲救，尤其多納魯馬對小克洛於维特還有傑比森的處理，保證了曼城始終只落後1個球。最佳球員曼城這邊，切爾基、格伊、格瓦迪奧爾，伯恩茅斯、塔維尼耶、佩德羅維奇、埃瓦尼爾森。最後雙方控球比 66% 對 34%， 預期進球 2.36 對 0.63。 不過要注意的是，上半場預期進球反而是反過來，曼城只有 0.49， 伯恩茅斯 0.55， 這說明伯恩茅斯上半場的領先並不是完全偶然的。今天值得一提，賽前曼城看台展示了巨型的 Tifo， 寫道 Welcome Enzo， 這是對馬雷斯卡表示歡迎。馬雷斯卡承認自己受到了觸動，這一天是他在曼城生涯非常特別的開端。馬雷斯卡也公開表示，切爾基队沒有拿到首發很不高興，而且會直接表現出來。但馬雷斯卡要求替補球員都要保持準備。切爾基上了場用2次助攻作為回應，老 K 相信下一次馬雷斯卡就不敢把他放在板凳上嘍。現在的曼城，哈蘭德、格伊、安德森、奧萊利許多球員在世界杯後歸隊很晚，部分人只參加了大約10天完整的訓練，所以曼城目前的體能、速度、協作、壓迫、連續性都沒有達到正常水平。而格伊自己對被安排踢後腰感到意外，他只在賽前幾天進行過針對性訓練。最後今天安德森第63分鐘被換下，他的小腿好像有些不舒服，不過目前判斷只是抽筋，並不擔心。這一場逆轉主要依靠切爾基和格瓦迪奧爾的個人能力，還不能證明馬雷斯卡的體系已經奏效，但他至少通過換人改變了比賽。切爾基沒有首發，這可以討論，可是安排格伊踢後腰，咱們得觀察中後衛打這個位置會不會限制曼城在縱向的出球。總體上，新的主教練在首場英超比賽通過調整扭轉了結果，只是对伯恩茅斯來說，這樣的失利非常殘酷，但這就是足球。紐卡2-2戰平利物浦，最後的點球形成了爭議，而最關鍵，利物浦的2個邊後衛弗林彭和科爾克茲被踢得都要崩潰了。好在今年4000萬買了個維克托·穆尼奧斯，替補上場27分鐘，令人眼前一亮的衝擊力。等他適應之後，大家已經開始暢想無縫接班薩拉赫，這畢竟是世界杯冠軍啊。另外，替補上了20分鐘的中後衛阿勞霍，強度太高了，在范戴克的身邊，阿勞霍更像是大哥。這一場是紐卡主教練亞伊斯勒的首秀，同樣是伊勞拉執教利物浦的首秀。同時，伊薩克第一次以利物浦球員身份回到聖詹姆斯公園。賽前，兩隊還一起紀念了在7月剛剛去世的兩隊共同傳奇凱文·季剛。今天這場球最大的特點不是某一方長時間控制比賽，而是強度極高，這才是英超。極多的攻守轉換，所以雙方都難以真正控制節奏。比賽更像是有組織的混亂，高速而且帶有結構的對攻。開場僅僅5分鐘，紐卡已經展示了自己的比賽計劃，
格拉芬貝赫在前場處理球失誤以後，紐卡迅速的由奧蘇拉發動縱向反擊，牽制了范戴克之後把球送向右路，埃蘭加利用速度直接擊敗了科爾克茲，面對門將阿里松得分。閃電戰展示了紐卡對比賽計劃精心的準備。隨後利物浦擁有更多球權和射門，但真正有威脅的並不多。下半場加克伯從左路內收，在紐卡中場和後衛線之間獲得罕見沒有人盯防的空間，遠射扳平。但只過了不到3分鐘，紐卡再次通過轉換進攻取得領先。維薩從中路帶球擺脫多人，送出傳球，剛剛替補登場的維洛克完成進球。比賽最後階段，落後1球的利物浦只能持續的壓上，控球很多卻沒有多少機會。直到替補西班牙邊鋒維克托·穆尼奧斯從右路衝入禁區，劉易斯·霍爾下腳犯規，索波斯洛伊站了出來，在巨大的噪音中主罚命中點球，2-2絕平。本場徹底暴露了利物浦在阿諾德和羅伯遜走了之後，現在的2個邊後衛。要說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可利物浦一不留神弄了倆，要速度沒速度，要防守沒防守，要傳球沒有傳球。在後防線大家跟剛認識一樣，完全沒有默契。弗林彭也算荷蘭名將，有時候發揮還可以，但今天最後1分鐘在禁區裡扭秧歌，這誰能繃得住？扣了半天丟失球權，最後瘋狂搖手。進攻的選擇他就不合理，好幾次他一拿球，右路根本沒有人來接他。利物浦現在2個邊路哼哈而將，看上去那麼壯，脖子那麼粗，暈頭轉向的。第一次看見帶球的人，球剎住了，人卻剎不住，一直低頭轉圈。雖然態度很好，回追和持球非常積極，但是速度真慢，光剩下在邊路來回跑了。看看對面的霍爾，再看看他，利物浦左半區出现重大問題的罪魁禍首，從上賽季到現在病根一直沒好過。科爾克茲加弗林彭這麼踢下去，主教練伊勞拉怎麼辦喲？今天的戰術，紐卡亞伊斯勒的核心不是跟利物浦搶控球權，而是搶下一秒。他們首先用積極的壓迫，迫使利物浦快速決策，一旦自己拿到球權，幾乎立刻尋找縱向的推進。一開場，紐卡就貼到利物浦身前，不讓利物浦舒服的建立進攻，而他們總是一拿到球權，第一反應就用鋒線的速度向前衝擊。所以利物浦有 61% 左右的控球，也有遠高於紐卡的射門數量。但比賽經常出現在利物浦剛剛丟掉球權之後，後防就陷入恐慌。埃蘭加的1-0進球如此，維洛克的2-1進球也是如此。尤其維薩的位置，這是紐卡戰術上最有價值的設計。他一開始更多出現在10號位和中場線之間，後面再移動到中鋒位置，這讓利物浦的中後衛和中場的後腰始終面臨一個問題：到底誰去跟維薩？如果中後衛向前跟，身後就會給埃蘭加、奧蘇拉留下衝刺的空間；如果中後衛不出來，維薩便能在線間區域接球轉身。他給威洛克送出的助攻正是這種結構最理想的結果。他在中路突破了利物浦第一層攔截之後，直接面對已經失去保護的後防線，全場贏下11次對抗，4次搶斷，制造了4次犯規，還有1個助攻。第3點，紐卡本場極其明顯的一條線，就專門打利物浦2個邊後衛身後，這也真是拿蛇拿7寸啊！埃蘭加不斷的攻擊科爾克茲這一側，第1個進球就是直接依靠速度完成超越。另一側的弗林彭前壓之後，同樣留下空間。在紐卡2-1重新取得領先後，進入了自己全場最舒服的一段時間。埃蘭加和維洛克不斷的令利物浦2個邊後衛陷入巨大麻煩。利物浦邊後衛前壓，中場又保護不足，中後衛被迫暴露在大空間，這同時發生。第4點，利物浦的問題，格拉芬貝赫加上索博斯洛伊對中場的保護不足。開場他們倆在比較深的後腰位置，維爾茨更多處於前腰，可問題在於這2位都是偏向主動向前的中場，一旦同時離開保護的位置，身後出現巨大縱深。利物浦的中路今天過於容易被直接穿透，2個邊後衛區域也反覆暴露。況且賽前這樣的擔憂已經存在。利物浦今年夏天內部認為伊勞拉體系並不需要傳統意義的專職6號位，所以引援重點放在邊路。但首輪之後，這利物浦的自以為是只會讓爭論進一步放大。利物浦真的不需要6號位嗎？戰術方面，第5點，維爾茨試圖控制比賽，但沒有真正接管。在混亂中、高速中，維爾茨有好幾次試圖加一點控制，但最終作用很有限。62分鐘的出場時間，維爾茨整體非常安靜，但也並非毫無表現。第17分鐘，維爾茨有一次非常不錯的射門機會，被門將霍爾尼切克撲出。下半場加克波進球前，維爾茨也曾經通過連續的配合牽動了對方的中場，但這些只是片段，沒有持續轉化為對比賽節奏的掌控。
第6點，今天伊勞拉終於做了最成功的調整，換上穆尼奧斯，同時派上麥卡里斯特，換下維爾茨和恩古莫哈。穆尼奧斯的效果非常明顯，上場10分鐘就已經產生真正的區別。他在右路不斷依靠速度推進，並能將球送到最危險的區域，最終也是靠他在補時階段制造了決定性的點球。所以對面紐卡亞伊斯勒贏了大部分在戰術上的博弈，但利物浦伊勞拉卻利用一次非常成功的換人搶回戰果。另外第7點，在第95分鐘左右，亞伊斯勒將已經體能下降、威脅極大的維薩給換下，派上中後衛舍爾，顯然是想增加防守人數，守住2-1的領先。但隨後利物浦就獲得點球，所以這個換人的時間點也讓紐卡失去了維薩這個重要的反擊支點。對位方面，埃蘭加生吃科爾克茲，第2組對抗維薩對利物浦的中場後腰加上中後衛，第3組對抗劉易斯霍爾，他在左側不僅限制了利物浦恩古莫哈，還頻繁參與推進。第68分鐘，霍爾送出一記幾乎讓維薩將比分改寫為3-1的低平傳中，可是從接近全場最佳到最後時刻卻成為焦點。面對剛剛登场體能充足的穆尼奧斯，霍爾出現了判斷和下腳的問題，最終送出點球。另外，维尔茨对上紐卡的中場讓人失望，雖然偶爾也有靈光一閃，但被迫離開自己最危險的區域去尋找球權，他沒能持續的在內部空間和兩線之間舒服的接球，作用很有限。最後一組對抗，穆尼奧斯對上疲勞之後的紐卡左路，他的上場增加了右路縱向速度，而且此前高強度已經奔跑超過90分鐘的霍爾逐漸進入疲勞狀態。最終正是這組對位制造點球，決定了最後打平的結果。今天紐卡表現最好的維薩、埃蘭加、劉易斯霍爾。利物浦最有直接威脅的進攻球員是加克波，他的扳平球來自左側內收以後進入中路，利用了紐卡中場和後衛之間突然出現的巨大空間完成遠射。而索博斯洛伊在最後的點球面臨巨大的壓力，現場的噪音甚至大到他完全聽不見裁判鳴哨，只能通過眼睛看裁判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射點球了。另外，索博透露自己整個季前賽一直在練點球，他特別感謝了球队第2、第3門將陪他練點球。而利物浦第3位伊薩克從比賽開始便遭到大量主隊球迷的噓聲，全場輿論關注度最高，但拿出的表現不盡人意。4次射門合計拿到 1.03 的 XG， 但卻錯失2次重大機會，3次嘗試盤帶全部失敗。特別第70分鐘，加克波把球準確地送到禁區中央，伊薩克面對非常好的射門位置，卻直接打高。這一場瘋狂的2-2，反而反映出基岡式的開放足球。賽前，聖詹姆斯公園出現了巨大的基岡 7 看台的拼圖，還升起了一條引用基岡生前足球理念的橫幅，意思是他希望人們能夠對足球懷抱夢想。在貴賓席上，今天有阿蘭·希勒、萊斯·費迪南德、彼得·比爾茲利、法烏斯蒂諾·阿斯普里拉。利物浦方面還有達格利什到場，特別是我們過去很熟悉的阿斯普里拉，他甚至戴着標誌性的黑白配色的帽子參加紀念。基岡的家人也出席了比賽。今天最後的點球，老 K 覺得問題不大，但紐卡的球迷相當不滿，是因為原定的補時時間已經到了，比賽持續過久，第99分鐘被絕平，這非常憋屈。巴薩的比賽5-0狂勝埃爾切，這才是大家熟悉的弗里克呀。今天戰術方面，果然他讓拉菲尼亞打中鋒，亞馬爾在右邊，阿德耶米在左邊，中間前腰位置菲爾明、洛佩斯，雙後腰加維和貝爾納爾，雙中衛克里斯滕森和拉德馬丁，左邊後衛埃斯帕特，右邊後衛埃里克加西亞。上半場拉菲尼亞親自造點球，主罚命中，加維傷退，阿德耶米破門擴大比分。下半場戈登替補上場，助攻拉菲尼亞再下一城，隨後戈登又助攻菲爾明再進一個，菲爾明最後破門梅開二度，最終比分0-5。所以世界上那麼多頂級前鋒，為什麼都想來巴薩？在弗里克手下，每個賽季進30個球，輕輕鬆鬆啊。但大勝也不一定是好事，這無鋒陣踢的，搞不好巴薩管理層就覺得哦，這麼厲害，那沒有必要買中鋒了嗎？今天菲爾明的精神屬性太好了，特別那個轉身真的帥，屬於是巴薩英格蘭式的進攻型中場，再加上戈登的無私助攻，戈登真的太無私了。菲爾明的第2個進球跟實況足球差不多，巴塞羅那也有了自己的貝林厄姆，還有拉菲尼亞，有他在巴塞羅那贏球就非常穩，而且動不動就是大勝。進了球之後，他甚至趴在地上學蜘蛛俠，這是在呼喚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嘛？而亞馬爾繼續是收着踢，
今天巴塞羅那主要是左側在發起進攻。賽季剛開始，這麼年輕的亞馬爾剛剛踢完世界盃，的確太累。而且我估計世界盃奪冠之後，亞馬爾主要顧着玩去了。年輕人嘛，不用着急，慢慢來。到了明年2、3月份衝擊歐冠淘汰賽的時候，那時候最需要亞馬爾。另外，阿德耶米花椰菜2000萬的前鋒，這樣的水平你怎能不愛？老觀眾都知道，在多特蒙德的時候，我說他是多特唯一的世界級球星，踢得這麼好，還只有24歲，這要是在英格蘭，起碼1.5個億。所以球贏了，現在對巴薩來說最關心的問題，到底中鋒買誰？德科啊，你的工作得快一點啦！聯賽都已經開始了，人還沒有到位。另外，加維賽後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初步檢查並無大礙，希望他的右膝千萬不要再有問題。他明天將接受核磁共振掃描。好，另一邊大巴黎就沒有那麼輕鬆了，客場2-2戰平。但法甲無所謂，反正最後冠軍總是你的。最開心是費蘭托雷斯替補踢了45分鐘，2個進球都是他的，而且2個助攻還都是西班牙隊友法比安·魯伊斯給的。這老鄉幫老鄉，兩眼淚汪汪，西班牙連線太屌了。大巴黎排出的首發陣容：鋒線上鄧貝萊、K77、杜埃；中場埃梅里、維迪尼亞、若昂內維斯；雙中衛帕喬和馬爾基尼奧斯。右邊阿什拉夫，左邊盧卡斯·埃爾南德斯，門將薩夫諾夫。今天的球沒拿下，主要是風水問題。本來應該在王子公園，結果換了場地。但如此便宜淘來的費蘭托雷斯，到了手一看，這不是世界級前鋒嗎？鬼魅的跑位，頭頂腳踢，真的猛！飄逸的長髮。在巴塞羅那，我們都說費蘭托雷斯上賽季浪費了太多機會，世界杯決賽進了一個球，人就飄了，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但有沒有可能是世界杯決賽進球後的費蘭托雷斯打通了任督二脈，心態進化，球王之路就此起步呢？鯊魚，這樣的狀態下去，大巴黎的金球獎先生明年他排第一嘍。好，另外 AC 米蘭客場2-1戰勝都靈，尤文圖斯客場1-0戰勝弗洛西諾內。好，馬競主場2-2被比利亞雷亞爾逼平。大家最關注的、最可氣的是小蜘蛛開始擺了，在場上3步6彎。踢不上去，竟然沒有踢了全場的小西蒙尼拼，小西蒙尼最後都抽筋了。要說就算鬧轉會，在場上也應該拼盡全力啊！這樣的職業態度，你是想證明不能去巴薩你就得了憂鬱症了嗎？今天的比賽雙方各踢半場好球，結果也自然平衡。從機會質量看，比利亞雷亞爾甚至明顯佔優，雙方預期進球值 0.71 比 3.6， 射正4比6，客隊無數的機會都被門神奧布拉克化解了。而比賽進程，馬競在59分鐘領先後，短短19分鐘內連續送出2個點球，還出現了紅牌，暴露出比賽的管理和防線身後保護的問題。但從精神層面看，10人作戰的馬競1-2落後，仍然有小西蒙尼追平。這樣的韌性才是床單軍團，才是西蒙尼的隊伍。所以最後的結果是比利亞雷亞爾丟掉了2分，馬競搶回了1分。真正決定比賽的5個轉折：第一，普維爾早早避免了馬競落後。開場階段，尼古拉佩佩從右路突破了亞利杭德羅·格里馬爾多，低平球找到米卡烏塔澤，普維爾在門前完成關鍵性封堵。此後，門將奧布拉克還化解了阿約塞佩雷斯的單刀。第二個轉折點，比利亞雷亞爾最接近進球的時候，馬競反而率先得分。59分鐘，普維爾在禁區前沿用左腳打出高質量的弧線球，技術含量極高，但這並不代表馬競已經完全控制比賽。第三個轉折點，伊尼戈佩雷斯換了2個人，立刻產生效果。第61分鐘，他同時換上布坎南和莫雷諾，布坎南隨即制造了尤爾曼德的犯規，赫拉德主罚點球1-1。第4個轉折點，勒諾爾芒的紅點套餐差點改變了一切。米卡烏塔澤反擊突破後，被勒諾爾芒從身後用雙手推倒，主裁判一開始沒有判，最後經 VAR 提醒，在場邊回看改判點球，並直接紅牌。米卡烏塔澤將比分反超。第5個點，馬競10人追平，但險些再次被絕殺。85分鐘，巴埃納用外腳背送出穿透性的傳球，小朱利亞諾斜插後低射遠角得分。但89分鐘，布坎南又獲得單刀，奧布拉克神撲，最終保住1分。雙方戰術方面，馬競4-4-2，但比賽中實際結構更接近於動態的變化。他們無球的時候保持4後衛和雙中場，控球推進的時候，普維爾可以內收，可以前頂，格里馬爾多提供左路的寬度。里岡人頻繁地從鋒線回撤接球，朱里亞諾主要負責右路縱向的推進，而盧克曼名義上擔任中鋒，但他的特點是面向球門突破，而不是背身做支點，所以更像是實際運轉中的3-5-2。科克和尤爾曼德的中場傳控很穩定，但向前的轉換缺乏終結。尤爾曼德全場66次傳球，成功65次。
李剛仁完成全場最多的6次射门，卻沒有1次射正，個人預期進球只有 0.20。但是韓國球員的技術和腳法確實好，在大巴黎屬於被低估了。馬競的前場球員甚至跟不上他的傳球意識，但是沒有固定中鋒，盧克曼被安排在不適合自己的這個位置，他背對球門接球的時候難以固定對方中後衛，而且沒法持續為李剛仁、為朱利亞諾和格里馬爾多創造2點球。馬競雖然完成19次射門，但在禁區中央的高質量接應不足，傳中和內部配合缺少穩定的終結點。賽後主教練西蒙尼明確承擔責任，並表示已經向盧克曼道過歉。在瑟洛特受傷的情況下，小蜘蛛又不想踢球，沒有辦法才讓盧克曼頂在中間，這也是臨時的。所以想要爭奪冠軍，馬競必須擁有真正的重要前鋒，這樣一個甩臉色的小蜘蛛難堪大用啊。對馬競來說，現在解決方案最好還是和阿森納進行交換，阿爾瓦雷斯去阿森納，願意踢球的泽凱萊什來馬競。黃色潛水艇比雷亞雷亞爾這邊採用清晰的4-4-2，並沒有因為客場作戰沒有因為強大的馬競而徹底收縮。第一階段他們敢於從後場出球，即使被馬競的前場逼搶施壓，仍然嘗試通過短傳吸引對手，再迅速攻擊對方暴露的區域，而右路是他們主要突破口。佩佩持續的攻擊馬競左路，任務不只是傳中，而是要先迫使格里馬爾多後退，再把勒諾爾芒拉向邊側，這樣為米卡烏塔澤向禁區中央或者中後衛身後移動創造出空間。這樣的打法直接成果很明顯，開場階段就有門前機會，米卡烏塔澤也多次完成射門，阿約塞在上半場獲得很高質量的機會，這讓勒諾爾芒在第2個點球前被迫單獨處理反擊，所以米卡烏塔澤個人預期進球達到 1.79， 即使扣除2個點球，黃色潛水艇仍然創造了多次絕佳的機會，只可惜對方門將太神了，還有自己的終結效率確實差一點。馬競表現最好的 MVP 門神奧布拉克4次有效撲救，包括阿約塞和布坎南的重大機會，2個丟球都是點球，他已經沒有辦法做得更好了。第2，普維爾打進了高質量的遠射，開場還有一次門前救險。第3，小朱利亞諾西蒙尼全場持續的縱向衝刺，在10人作戰體能下降的階段仍然能完成冷靜的扳平。他今天5次搶斷，9次地面对抗，成功6次。而黄色潛水艇的米卡烏塔澤、佩佩、帕普蓋伊同樣發揮出色。今天在馬競的主場，小蜘蛛熱身的時候就遭到噓聲，在宣布替補名單和他出場的時候，噓聲進一步擴大，部分球迷高喊着要求他離開。中場後，他沒有和隊友向看台致意，而是直接返回更衣室。不過西蒙尼說，這是俱樂部方面要求他直接返回更衣室，這樣也避免出現進一步衝突。門將奧布拉克說，現在的局面對任何人都不舒服，但球隊需要團結，所以繼續支持仍然在队裡面的小蜘蛛。目前看來，這樣的局面必須有人妥協，到底是馬競還是阿爾瓦雷斯，咱們繼續觀察。布萊頓對阿斯頓維拉4-0狂勝，維拉隊弱我們是想到了，但也沒有想到會打成這樣。今天維拉雖然吃了張黃牌，但最關鍵布萊頓4個進球全部發生在若昂戈麥斯被罰下之前，紅牌只是讓維拉失去了反攻的可能，卻不是4-0形成的原因。剛剛拿到歐聯杯冠軍的維拉，今年夏天失去了摩根羅傑斯、蒂勒曼斯、孔薩還有迪涅。不過對面布萊頓同樣也經歷了重要人員的離隊和傷缺，所以僅僅用陣容被削弱可以解釋維拉的困難，但沒法說清楚雙方表現為何相差如此懸殊。要說剛開場維拉也不被動，他們的布恩迪亞客串中鋒前10分鐘完成了3次射門，其中1次低射稍稍偏出，所以布萊頓的第1個進球跟比賽走勢恰恰相反。但手球改變了他們心理狀態。首先，保托雷斯的回傳質量極差，德克伊帕搶先處理，並且晃開了門將比佐特，射門擊中門柱後反彈到回防的林德洛夫身上，烏龍球。從此開始，維拉從開局的表現很好，迅速變成連續的失誤。第2個球、第3個球體現了布萊頓的戰術設計。第2個球由博斯卡利長傳發動，喬吉尼奧·呂特從左路突破托雷斯後倒三角傳中，德克伊帕包抄。老 K 強調過許多次，突破邊路之後，最高級的比賽你就直接傳倒三角。而第3個球則由武什科維奇轉移到左路，德克伊帕傳球，迭戈·戈麥斯頭球擺渡，辛希爾伍德後插上得分。第4個球又發生在維拉重新開球後不久，亞辛阿亞里在禁區前搶斷了入昂戈麥斯，辛希爾伍德完成梅開二度，2個球間隔僅80秒。下半場大比分領先的布萊頓轉入控制模式，但仍然由科斯蒂尼亞擊中了門柱，科斯托拉斯的補射入網因為越位無效，這樣全場阿斯頓維拉沒有1次射正。
戰術方面，布萊頓名義上4-2-3-1，實際上重點在左側的結構。主教練許爾策勒同時派出3名可以踢中後衛的球員，但沒有改打5後衛。博斯卡利擔任左後衛，德克伊帕被推到了更高更寬的位置，這迅速形成了清晰的分工。博斯卡利負責後方保護和第一腳向前的輸送球，德克伊帕固定維拉右側防守寬度，呂特則頻繁地向左路和左側內部空間移動。辛希爾伍德不是固定站在前腰位置，他不斷地衝擊禁區內，而迭戈·戈麥斯從弱側進入到門前。第二個球就是由博斯卡利的長傳到呂特左路突破，再是德克伊帕的包抄。第三個球則是中後衛轉移到德克伊帕傳中，弱側再擺渡，辛希爾伍德後插上。這不是單純利用了維拉的失誤，而是兩套已經排練得很熟悉的進攻套路。布萊頓的前場壓迫沒有始終盲目的高壓，而是在以下情形下突然觸發，突然加速。第一種情形，托雷斯或者若昂·戈麥斯背身接球的時候；第二種，維拉向門將或者向中後衛回傳的時候；第三種，維拉重新開球，陣型還沒有完全展開的時候；第四種情況，對方中場接球者第一腳停球過大 ，first touch 沒有做好。這4種情況，布萊頓立刻觸發壓迫。特別第4個球是典型案例，維拉剛剛丟了第3個，還想繼續短傳組織，可阿亞里立刻前頂，戈麥斯失去球權，辛希爾伍德在最危險的區域完成終結。所以辛希爾伍德賽後也強調，戰術必須由跑動加強度加壓迫去落實。那麼維拉這一邊，沃特金斯中鋒在轉會傳聞的背景下沒有進入名單，他可能要走。布萊恩·馬喬和塔米亞·伯拉罕又因傷缺陣，主教練埃梅里只能讓布恩迪亞客串中鋒。布恩迪亞前10分鐘踢得挺好，也能夠利用靈活的跑位或者射門，但他沒有辦法持續的提供長傳的落點，沒有辦法持續用背身去護球，而且沒有辦法持續對布萊頓中後衛進行身體牽制，也沒有持續的成為第一道反搶屏障。結果就是維拉一旦無法從後場短傳推進，便缺少了直接越過布萊頓壓迫的方案。全場只有6次射門零射正，只有 0.31 的預期進球，這反映的是結構性問題、戰術問題，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射門運氣不好。下半場只有10個人的維拉確實陣型變得更緊湊，也沒有繼續放棄。主教練埃梅里賽後還是肯定了球員沒有崩潰，在極端情況下維拉堅持到了最後。那麼今天的關鍵對位，布萊頓的德克伊帕對上了維拉在右側防區，德克伊帕制造了烏龍，打進第2個球，還參與到第3個球。維拉始終沒有解決他的高位站位和寬度。第2組對位，呂特對上保托雷斯，呂特第2球直接突破托雷斯，隨後通過逼搶和持球不斷迫使維拉中後衛離開自己的位置。所以全場最佳辛希爾伍德，他只用了80秒就完成2個球。第3球體現了無球後插上，第4球體現了對高位搶斷的立刻反應。他既是終結者，也是布萊頓壓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2位大哥德克伊帕，他是戰術的核心，直接參與前3個進球。第1次射門就造成林德洛夫的烏龍，第2個球本人包抄得分，第3個球送出妙傳並啟動在門前的配合，他使得主教練的左側的設計完全兌現。還有布萊頓的呂特，他是前場的樞紐，助攻了第2個球，迫使比佐特做出撲救，並且在和若昂·戈麥斯的爭奪中引發紅牌。他在中鋒位置，在邊路和內部之間的移動令托雷斯非常難受。維拉這邊表現最差的若昂·戈麥斯，他原本被期待成為維拉新的中場支柱，但首秀踢成這樣，第9分鐘就因為對裁判出言不遜吃到黃牌，第4個球之前又被阿亞里搶斷，第40分鐘還因為追加動作被直接罰下，這真是災難性的首秀啊！另外保托雷斯他是防線崩潰的起點，第1個球回傳失誤，第2個球又被呂特從身側通過，他的地面對抗3次全面失敗，沒有成功的搶斷，長傳3次也全部失敗。所以布萊頓成為英超歷史上第4支在揭幕戰上半場就攻入4個球的球隊，而維拉成為第2支在英超的比賽上半場同時出現4個丟球，出現1個烏龍球，還出現1張黃牌。若昂·戈麥斯是自2012年以來第2位在個人英超首秀的上半場就被罰下的球員。今天的布萊頓用31分鐘建立起4-0的優勢，這是自06年曼聯對富勒姆之後英超揭幕日最快的4球領先。那麼幕後的背景深層的原因還是羅傑斯走了，蒂勒曼斯走了，孔薩走了，迪涅走了，沃特金斯也會走，沒有進入名單。馬喬和亞布拉罕又受傷，新援約翰曼贊比還沒有恢復，埃米利亞諾馬丁內斯同樣沒有出場，他的前景現在不確定。
所以賽前埃梅里被問到沃特金斯缺席的時候，他停頓了良久，只能用沉默回應，說明維拉队在新賽季開始前根本沒有做好準備，陣容管理極差。當埃梅里在戈麥斯被罰下後，還是先上前安慰了球員，再讓他回到通道，這也是避免一名新人在災難性的首秀後心理徹底崩潰。比賽踢成這樣，部分維拉的遠征球迷在半場就離開了，但留下的維拉球迷真正的忠誠，他們仍然繼續高唱支持埃梅里的歌曲。這一幕讓老 K 非常感動，一場精彩的大勝，布萊頓主教練許爾策勒成為贏家，這也是對他們過去幾年俱樂部管理有條不紊的獎賞。而維拉隊埃梅里總是因為雙線作戰，陣容的深度又有瓶頸，財政公平法案又限制了他對引援的投入，還有他的高強度戰術對體能有極高要求。埃梅里的高位壓迫和快速轉換對球員執行力要求也極高，磨合需要時間。但不管怎麼樣，如果沒有辦法讓球隊迅速改觀，這個賽季難啊。今天的重磅新聞，曼城終於敲定了中場小將阿尤布·布阿迪。在這屆世界杯老 K 看球的時候已經說過，這個布阿迪踢球我非常欣賞，那種天生的放鬆感，那是技術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有的自信。本次轉會費達到1億歐元，里爾隊方面已經亮起綠燈，羅馬諾已經確認。那麼接下來曼城是不是就不會再買恩佐了呢？布阿迪這個球員少年老成，正在攻讀數學學位。他不吃漢堡披薩，不玩電子遊戲。從3歲起，父母便帶他參加體操課程，很快展現出運動天賦，在自行車、手球、網球、羽毛球都有出色表現。5歲加入家鄉球隊克雷伊，但經常被安排參加高一個年齡組的比賽。10歲的時候已經成為 U12 隊長。3年前，年僅16歲03天的布阿迪在歐協聯對陣法羅群島球隊克拉克斯威克時替補登場，成為歐足聯俱樂部賽事歷史上最年輕的出場球員。2年前，他在17歲生日當天發揮出色，幫助里爾隊在歐冠1-0擊敗皇馬。賽後，看台上的死忠球迷還為他合唱生日歌。還有他在學校各科平均成績達到了20分鐘的18.5分，這在法國教育體系中極為少見，超級天才。15歲，他還參加了在巴黎愛麗舍宮舉辦的法國年輕球員演講比賽，並且成功奪冠。他的主題是結果比過程更重要嗎？當時法國總統夫人布里吉特·馬克龍也在現場。2年前，布阿迪已經提前1年取得理科高中畢業文憑，獲得非常優秀的評級。現在在馬賽大學攻讀數學學位。今年5月，他放棄代表法國隊，轉而選擇父母祖籍所在的摩洛哥，隨後成為摩洛哥隊史第2位在世界杯出場的18歲球員。他的父親是銀行管理人員，母親在航空行業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父母從小對教育要求很嚴格，他和3個姐姐從小都非常重視學業，這樣的家庭環境極為出色，父母確保全家都接受良好教育。布阿迪還有個姐姐擁有藥學博士學位，哇，這個家庭不得了。從小到大，他在場外的自律讓教練們感到非常驚訝。很早就開始主動保持健康的飲食，並且保證充足睡眠。他不玩電子遊戲，從來沒有 PlayStation 或者任天堂的 DS。他不會一直刷社交媒體，也不會總拿着手機，但他會讀許多書。曼城這次得到了一塊巨大的璞玉，希望10年後、15年後，他仍然在這裡發光發熱。另外，曼城自己的前鋒馬爾穆什以租借加觸發式買斷的條款加盟熱刺隊，羅馬諾已經確認，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觸發，買斷價格將達到5000萬英鎊。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買斷條件是強制性。好，拿到這筆錢，曼城再次接觸阿蘭，準備支付略高於4000萬歐元的價格，外加一些獎金條款。曼城方面很有信心在未來48小時內完成對阿蘭的交易。而曼聯方面準備出價4000萬歐元向巴塞羅那報價左後衛巴爾德。曼聯已經跟他的超級經紀人門德斯進行了會談。這次巴塞羅那去埃爾切的25人大名單，巴爾德未能入選。上賽季巴爾德在坎塞洛加盟後出場時間有所減少，而且自己也受到腿筋傷病的困擾。主教練弗里克對他信心不足，不確定他是否能和坎塞洛競爭。此前曼聯在轉會窗早期看上了紐卡的劉易斯·霍爾，我們在比賽中已經看到霍爾的水平確實太高，所以由於種種原因，今年夏天很難引進霍爾。紐卡斯爾已經失去了3名主力，不想再出售球員，而曼聯也捨不得花大錢，他的大部分預算今年已經花在了中場。好，馬德里競技現在的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在隊內態度非常糟糕，隊友們對他非常不舒服。馬競主席最近也表態，俱樂部對巴薩挖人的行為非常不滿。主席塞雷佐直言不諱地說，
我的看法是，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沒有根據當時的情況採取合適的做法，也沒有按照這類情況下通常應該做的方式去行事，所以雙方現在辦公室內外都經歷了持續的緊張關係。今天巴薩高層在拉波爾塔的主持下召開了會議，會上已經正式拍板放棄引進小蜘蛛阿爾瓦雷斯。此前所有試探性的操作都在馬競的北美投資基金阿波羅面前碰了一鼻子灰。這家基金控制着馬德里競技的經濟命脈，態度異常強硬。今天馬卡報的報道說，阿爾瓦雷斯應該尊重已經簽署的文件，簽了合同的人必須把小字和大字都看清楚。如果他的夢想是在別的球隊踢球，當時就不要簽下這樣的合同。由於小蜘蛛面對媒體公開表示過自己不想繼續留在馬競，他的表態在俱樂部內部引發強烈不滿。俱樂部將這些都歸咎於他的經紀人費爾南多·伊達爾戈給了錯誤的引導。現在經紀人和小蜘蛛之間的關係也非常棘手。有消息說，阿爾瓦雷斯正準備考慮接受阿森納的報價，而為巴塞羅那效力的夢想已經正在一點點破滅。巴薩正在尋找替代方案，勞塔羅是首選，但國際米蘭同樣不願意出售這名核心球員。只是國米和巴塞羅那之間不像馬德里競技那樣敵對。好，皇馬方面，由於鄧弗里斯在西甲的首秀表現異常出色，看起來阿諾德已經失去了在皇馬的主力位置。第80分鐘替補登場的阿諾德，球隊只是為了利用他的精準傳中尋找禁區內的埃斯皮，所以阿諾德幾乎沒有參加比賽，沒有達到預期。不過也許阿諾德在中路會更有效率，穆里尼奧今年可能會嘗試將他改造成更偏中路的球員。好，阿森納的邊鋒馬丁內利方面，現在沙特的新樂隊正在推動關於他的交易，球員已經對加盟持開放態度。阿森納方面期望轉會費6000萬英鎊，此前馬丁內利拒絕了來自土耳其聯賽的邀請，但現在對加盟沙特聯賽持開放態度。利雅得新月正在推進引入馬丁內利和沃特金斯，邊鋒和中鋒是主教練小因扎吉的首要目標。而因為和馬丁內利取得了進展，那麼新樂隊和切爾西就內托的轉會談判已經暫停。阿森納正在繼續強攻尤文的伊爾迪茲，但尤文方面堅持不賣。另外，巴塞羅那的總监德科悄悄地正在推動贡薩洛·伊納西奧加盟巴薩。這位葡萄牙24歲的後衛身高1.85米，他的解約金6000萬歐元。當大家都以為巴塞羅那的所有目光都集中在9號位上的時候，總監德科悄悄行動，尋找一些不太被注意的要補強的位置，其中之一就是中後衛。在葡萄牙超級聯賽第3輪對陣阿爾維卡的比賽，這名中後衛已經意外地坐上替補席。主教練這個決定被外界解讀為他可能離隊，但最近幾天一直有傳聞他可能加盟 AC 米蘭，親手將他當年提拔起來的主教練阿莫林正在米蘭執教。好，利物浦方面仍然在推進对巴爾克拉和姆巴耶的進攻。現在大巴黎開出的價格，兩名球員總價2.04億歐元。另外，切爾西的亞克松已經同意加盟馬德里競技，但是切爾西更傾向於將他賣給阿斯頓維拉，而不是租借給馬競。上賽季亞克松被租借到拜仁，34場打進11個球，他很樂意重返西甲。那麼，如果阿森納真的用澤凱賴什加上6850萬英鎊去換阿爾瓦雷斯，那槍手是真的準備下重注了。只是不知道最後的結果到底哪邊更值。好，熱刺方面正準備向利物浦提交全新的報價，想盡快敲定加克波的轉會。球員方面已經和熱刺就一份到2031年到期的合同達成原則性協議。熱刺隊對他的 B 計劃是切爾西的穆德里克。OK， 曼城方面據說已經盯上了巴塞羅那中場德容。如果今年夏天中場引援不順，在冬窗1月份可能轉向對德容的引進。而曼城自己的中後衛魯本迪亞斯 AC 米蘭仍然對他產生興趣，但考慮到他在曼城的地位和合同的情況，這筆交易非常複雜。巴塞羅那主教練弗里克據說已確定了巴薩中後衛引援首選，那就是萊比錫的盧克巴。這名法國球員能夠提升巴薩後防線的速度和力量，同時具備很好的後場出球能力。23歲的盧克巴是左腳中後衛，他的特點也能成為巴薩陣中伊尼戈馬丁內斯的天然接班人。憑借年齡優勢以及在德甲聯賽的成長，他可能成為一項長期投資。不過儘管弗里克感興趣，想簽下他不容易。萊比錫在今年夏天已經失去了多名重要球員，其中包括楊迪奧曼德還有奧彭達。好，皇馬在今年夏天關窗前，他們仍然有可能再引援蘇比門迪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排除，但是有一個前提，必須要有球員離隊的情況下，這才有可能發生。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熱推。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老 K 足球新聞。
並且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收到咱們的視頻推送。那麼咱們明天再見。